奥斯汀是最近几年发展非常快的一个城市，很多人都说呢，它会是下一个西雅图。那这次呢，我就借着去 Keller Williams 的一个培训的机会哈，正好飞到奥斯汀，看看奥斯汀这个城市到底怎么样。我们这就出发。努力做事，爱做人。大家好，我是你的 Maggie 姐。那么也今天呢，做一期非常不一样的内容哈，我飞越了1800英里，来到了德克萨斯的首府奥斯汀。那这次来奥斯汀啊，其实是出公差，主要的任务就是来参加 I'm with Gary 的这个培训。这个其实是一个闭门培训哈。当时我加入 KW 的时候，他们就已经邀请我来参加 I'm with Gary， 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 circle， 据说是去年的成交量要在360万以上的啊，这个才可以参加，一共只有100个经济左右。那我们这个培训呢，基本上是1年4次，这次呢正好是在 Austin 的总部。所以呢，我才来这里。那昨天晚上刚落地哈，还是将近这个12点才到，因为有2个小时时差嘛。这也是我头一次来德克萨斯啊。然后对奥斯汀的初体验，第一呢就是热，是真热，就是我就觉得北京的夏天的这种热。现在是32度，我天，我这在走着就冒汗。第二呢，就是民风真的还是挺这个彪悍的。然后我在这儿打了一个 Uber， 昨天就是这个 Uber 司机他在那里面听那个特别劲爆的西班牙语歌曲，然后在那晃，然后一边晃的一边开得贼快。每次那个弯拐的，我那个行李箱在他的那个trunk 里面就各种的歪歪扭扭。那现在呢，我是到了这个KW 的总部，马上呢就要进去准备培训了 ，Let's go。刚才培训完了，然后大家都走了，我在这儿又回了半天邮件啥的，所以现在静悄悄的就可以趁在还有空调的房间里面，再给大家录一段。其实今天培训呢一共4个小时，然后整个这个所有参与培训的呢，其实都是在全美不同的市场里做的非常顶尖的经济。然后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分享一些大家的经验还有挑战。那当然了，因为今天来给我们培训的是 Gary Keller 本人，然后还有他的左右手Jason 和 Jay 2个人，其实都来，他们一共3个人跟我们培训。其实主要是以 Gary 作为一个主导，然后呢会问一些问题，然后他也自己会分享一些他的一些故事，还有最近的经验，然后再有给大家一些启发。然后主要呢也是由大家来问问题，然后互相来分享经验然后借鉴一下别人市场是做的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有几点是现在Gary Keller 他们非常要 focus 在的一些方面吧。就是第一呢，他们会 focus 在 technology， 也就是想要变成一个非常 data driven 的公司。这个我也是受到了很多启发因为现在 AI 这么厉害，那其实数据分析的这个工具比以前肯定是上了一个台阶，就是跨时代的这么一个科技。所以我就想，怎么才能利用这个可以更好的帮助买家和卖家做更好的决定，更了解这个市场，以及呢能够分析这个市场的走向这个我也是在那里有很多的 idea， 我就全部都记下来。然后第二呢，就是他们会非常注重luxury因为 Keller Williams 本身呢，其实是一个目前来说全美agent 数量最多，然后他们也说 production 也是最多。但是呢，在 luxury 这个市场就是高端市场，其实是做不过一些品牌的。现在呢，他们就想改变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一个 strategy。然后第三呢，当然他们就是 compensation 其实就是跟他们的人才的这个turnover 的这些很有关系，对吧？因为现在他们好像 hire 了一个新的 CEO， 当然 Gary Keller 本人还是会在这个管理层里面，当然我不知道他具体的角色是什么，那毕竟他也应该有70了吧所以说他慢慢肯定是要找到下一个接班人，也希望他们能够再去看一下真正这些骨干力量是不是都得到了很好的 composition， 这样呢这个公司才能走得更长久更稳。我觉得他的这些 idea 都不错，然后也跟我现在的一些想法呢非常吻合。那对我自己的一些启发呢，其实主要是在
technology 和这个 data driven 这一块，我觉得还有挺多的发展空间。然后呢，希望之后呢，回西雅图以后也跟团队讨论一下，看看我们还有什么这个 brainstorm 一下，还有什么 idea， 或者是能够利用现在的一些科技AI 然后帮我们做得更完善，然后做一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给到买家和卖家。所以说今天还是收获满满。那明天还有4个小时的培训，可能还有一些挺多的 interview 一类的今天晚上呢，本来是要跟邻居一块吃饭的，那邻居今天有点事情，明天才能跟他约上，所以说我就准备自己呢先去一下他推荐的那个，他说来 Austin 就是德州人民的骄傲，还是 Austin 人民的骄傲，就是那个 Rudy's 的烤肉店。然后我看我特别喜欢的一些 YouTuber， 什么那个 Mikey Chen 什么的，好像都去过，所以我准备一会儿打 Uber 去打卡一下，然后呢晚上再去 South Congress， 就是一个好像是步行街一类的，准备去逛一下也体验一下这个奥斯汀人民晚上丰富的夜生活。OK， 现在出发。现在到的是这个 South Congress 这边的一个桥下面，是专门看这个蝙蝠的一个很有名的地点。我也是在网上查，然后听朋友介绍，说这边有很多蝙蝠，说是最大的城市里看蝙蝠的地方。我觉得好多人都在看，站了好多人。现在是晚上8点35，然后大家都在这等着这蝙蝠飞出来。据说是比较热的天，比较晴的天，蝙蝠就会成群结队的从这个桥底下他们这个居住的地方飞出来，然后是在这儿的人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但是刚才我在这儿待着的时候，就有几个人走了，因为等了很久很久也没飞出来。现在大家都跟朝圣一般在这儿等着。然后今天去的这个烤肉店，觉得确实不错，但是确实很便宜。然后它的这个 moist brisket 很好吃，但是很咸，大家就是洋葱吃。然后它的 cream corn 也挺好吃的，然后一个人吃了撑死，才吃了14块钱这个物价简直跟在西雅图就是不可想象。刚才去了一个靴子店，然后这靴子店也挺好玩的，它就是有很多种手工做的靴子，还有这个帽子。然后我还看到了有一张鳄鱼皮我看了一下价1425，好像也不是很贵。我说这鳄鱼皮也不太值钱要做成包的话就是14250了，估计。哎呀，我就说谁花1425买那么一个挂屋里呢？估计只有这种民风彪悍的地方才想得到。在这儿再等会儿，要实在没有，我就打Uber回去了。晚上还有个会，希望能看见蝙蝠飞出来。Fingers crossed. Later. Wow, that's a lot. 嘿，他们终于决定要出来觅食了。Time to eat, guys. Time to eat. Wow, that's so cool. 哎呀，我闺女肯定喜欢看这个，好像跟我想象的那个遮天蔽日的蝙蝠群有点差距 ，but it's still very fun. The next day. 奥斯汀呢，其实它是德克萨斯德州的首府那近10年来呢，发展是非常非常快，它的人口增长是超过30%。然后另外呢，其实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科技行业的这个大佬还有新贵们，包括像 Google 然后苹果他们其实在这里都开了很大的 office。像特斯拉他们就把整个总部都迁到了德州，所以很多人都说奥斯汀都有可能是下一个西雅图。那奥斯汀呢，跟华州的天气很不一样，特别是跟西雅图的天气非常不一样。这边呢不像西雅图那么多云，这边的日照天数据说是要能达到230天，然后感觉跟西雅图就是完全相反的。那夏天真的很热，最高呢就是40多度。哎，我是现在才5月底。这2天全部都是在35度以上的高温，简直就是要热死。所以说来奥斯汀的话呢，记得一定要戴墨镜，还有防晒霜。如果真的来奥斯汀旅游的话呢，其实有几个打卡地点 ，Meg 姐可以推荐一下一个呢，其实就是奥斯汀的市中心，他们叫Capitol。那奥斯汀本身就是德州首府嘛，所以他们的 Capitol Building 就是政府大楼，就在他们这个奥斯汀的市中心。市中心本身也很繁华高楼林立。然后这个政府大楼呢，也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建筑，据说是1876年建的，然后据说是比这个 Washington DC 的这个政府大楼都还要再高一丢丢。所以说呢，就是一切在德州都要 a bit bigger and bolder， 包括政府大楼在内。
另外一个打卡地点，如果您有车的话，可能比较方便，就是去这个360桥 360 Bridge。那呢，这是一个浮桥设计，本身就是一些建筑爱好者，还有这种摄影啊，还有无人机爱好者的天堂哈。它在那边呢有很多打卡的地方，你可以通过它的一个小的 trail 爬到顶端，不仅是能够看到这个桥的全貌哈，还可以看到奥斯汀这个城市的很多很漂亮的景色。所以说，如果呢您有时间又有车的话，记得一定要去打卡。那当然还有一个需要打卡的地方呢，就是 Maggie 姐现在要去的啊，顶着12点的这个大太阳，然后徒步20多分钟，这块离KW 总部还挺近的，我想就不打 Uber 了吧，哎，锻炼一下。那我现在要去的呢就是 Barton Spring Pool。那它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天然的泉水泳池，它里面的就是全年它的水温啊只有在20度左右，所以说哪怕像这种天儿，现在35度、36度，跳进去也够凉快。哎呀，我真想带游泳衣跳进去啊！但是今天下午还要见朋友，所以说我准备呢就是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奥斯汀人民平常避暑的地方。然后呢，听说那边是有非常多的绿地，然后下午3点以后人会比较多哈，大家就喜欢来这里乘凉避暑，这是一个避暑胜地。那Maggie姐现在去打卡一下。现在呢就是到了终于走到了它的停车场，然后我看大家都是自己背着包、带着游泳衣什么的。就往那边走，我就跟着人流去看一看它这个天然泉水的泳池在什么位置啊！大家很多人都带着这个野餐的垫儿啊、毯子啊，还有宠物们过来玩，绝对是当地人夏天的一大娱乐。OK， 果然是一个天然泉水泳池啊！这个桥那边就是它的泳池了，那边就要买票。我听朋友说，如果是奥斯汀的居民的话，是可以打折的。我去摸摸这个水怎么样？很暖和呀，确实比华盛顿湖的水要暖和，好吗？一点也不冷。这华湖那水，我的天 ！OK， 奥斯汀人民还是非常幸福的。哎呀，我已经汗流浃背了，赶快买点水，回酒店避暑。这趟来奥斯汀呢，其实觉得收获还挺大的，除了体验一下不同城市，特别是我也是头一次来德州，虽然我抱怨经常觉得哎呀好热啊这里，但是我还是挺喜欢去体验一下不同州、不同城市的这种感觉。那这次我觉得其实主要是来参加I'm with Gary 的这个培训。我首先我觉得非常荣幸可以跟全美做的最好的一些经济坐在一起，然后呢一起讨论大家的一些 challenge， 他们的挑战，然后他们是怎么做，他们是怎么成功的，然后成功背后他们又付出了什么，以及他们之后的 plan。我觉得这都是千金难换的一些机会，学习的机会，开阔眼界的机会。那就更不要提跟 Gary Keller 本人，包括他的左右手Jay 和 Jason， 能够有这么近距离接触的机会，然后听他讲，他以前遇到的一些经济的事情。他们每天的工作其实就是 interview agents， 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学习经济，哪些做得好的 model， 为什么他们会成功。而且很多经济呢，其实在跨领域方面也都有所成就，包括有的经纪公司去做了 marketing 然后有非常成功，包括有一些 YouTuber， 我经常看的一些 YouTuber， 其实他们之前也是自己就是一个 broker， 但是因为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 做得非常成功，最后他就直接出一集叫 No I Quit， 他其实 quit 的是他的 real estate business， 然后他就专做 YouTuber， 这个很厉害他专做 marketing。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经纪，像我们今天聊的，他们是做房产投资、做房产开发，然后在 Boston 那边现在已经有在开发的项目就有118个，他自己也在里面可能有20个项目是他自己投资或者部分投资的，剩下是他的一些客户和资源他们代理的。我觉得这真的是超级厉害，而且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 process， 还有这个system 的话，他们是不可能做到这么大的。所以说，他们都愿意分享自己这些如何跟他们的 investor 分成，如何去找这些 deal，如何去跟这些builder 谈，他们都愿意分享出来，非常详细，我就很 appreciate。其实很多经纪呢，他们不愿意互相分享这些行业所谓机密但是实际上大家都在不同的市场，哪怕在同一个市场，其实有足够大的市场来做。所以说我就是很感激他们能够给我们分享这么多的信息，让我们学习。
然后另外今天还有一个经济讲他以前其实就是做 residential 的一个经济，现在是完全转型开始做 asset management， 其实就是商业地产的投资，商业地产的管理也是非常成功，而且它列举非常详细，它是怎么引资，然后怎么 hire 啊。然后今天我们其实花了可能有3个小时啊，一共4个小时培训，今天3个小时都在讲如何去 hire 一个real talent 啊，如何找到自己的 either 是 partner 或者是一个优秀的员工，这样的一个步骤吧，它可以让你的生意有好几倍的成长。所以呢，我们花了3个小时去讨论这些，我就是受益匪浅。那另外呢，就是他也分享了很多哈。首先他说，如果你觉得你已经达到了你人生巅峰，或者说你已经不想再突破了，不想再 do more be more， 那你就不需要坐在这里，你就不需要做今天这2天的这个培训。我是很欣赏他的这个整个对人生的态度，他一直都是说，他其实就是想要不停地突破自己，然后想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怎么才可以做得更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以及呢活出一个更精彩的这么一个人生。他也有一个信条，就是have the life worth living。然后这个也是我最近在跟我的团队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也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个 life worth living。然后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需要。那你想要有这样一个精彩的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做你喜欢做的事，以及你要不停地突破自己，这样呢你才会有机会获得一个更大的天空，拥有一个更精彩的人生，或者更有意义的人生。我在这儿等了好久我的这个邻居朋友，但是呢他因为去 Houston 回来非常堵车，所以我们就很遗憾啊，今天就要错过了。但是呢他正好6月底的时候要去西雅图，我们就决定呢等到他来西雅图的时候，我们再约一次访谈，然后我再好好问他一下关于奥斯汀的这些问题。其实对于奥斯汀我还有好多想要了解的东西，比如说德州人民的文化呀，然后还有这里的房产怎么样啊，对吧？投资合不合适啊？是不是真的能变成下一个西雅图啊？还有他的住在这里的一些感受，其实我都很好奇。所以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哈，等到我们下一期的时候呢，就会请他跟我们再多一些讲解。很开心这次来奥斯汀，然后也非常期待下次呢可以跟我的邻居在西雅图再见面。那如果您有什么想问我这个朋友的关于奥斯汀的投资或者奥斯汀的生活，您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到时候我们都会记下来，那我们就会帮您去问，或者说您就住在奥斯汀，您也可以多给我们一些建议和意见。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你的 Maggie 姐，下期见。